转眼间1年就过半了。前阵子呢，和原昌金苑上的业主聊天，一开始还好好的，他说起这几年的经济压力，眼泪就忍不住的往下掉。他说不管赔多少，今年一定要把房子卖掉，年后带着老婆和孩子回老家发展。老家的消费低，年迈的父母还在那一边，就算自己流浪街头都没有关系。我劝他，厦门是个能打拼的地方，别轻易放弃。他却摇摇头，他说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了，能过日子，能把家人照顾好就行。这是从镇海路地铁口走出来的2个门店、3个门店、4个门店。这是老虎城门口的一个门店。丁安路上的2个门店原来好清香。这是老虎城对面的一个巷子，都是做小吃的。那这边也有2个门店关门了，看着好心酸呐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哈，现在的厦门越来越留不住人了。这里的蓝天白云、诗和远方，好像都在向你招手吧？但是哈，你每个月的房租、账单这些柴米油盐的，是不是又在拼命把你往外推？我见过太多的人哈，拿着1万左右的工资，听起来不错，但是你刨去所有的开销，一个月能存下来的钱，可能呢还不够你在岛内买个卫生间的。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无助。从我们做金融的角度看哈，一个城市能不能留住人，关键呢就看一个指标，你的资产积累速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福建厦门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，因为它靠近台湾，还有台商的经济的支撑。可是您敢相信吗？现在厦门的人是越来越少了，而且呢，很多人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，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一位在厦门干了多年贷款中介的网友说呢，从2020年到2023年，很多普通的消费者主要是用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这些的支付方式。可是呢，从2024年的下半年开始，就变成了信用卡和花呗。这就说明厦门很多人现在连生活费都要靠借钱来维持。以前进饭店是3菜1汤是标配，现在呢，老板来一份炒面，面给我多加一点。而更让人难受的是呢，现在普遍工作都不好找，各种企业接连倒闭，连老板都开始失业找工作了。在厦门啊，你们说这人到底是去哪里了？现在是商场里面没有人，街道上面也没有人，你看就连这地铁他妈的也没几个人。你们说这人到底是去哪了？是过完暑假呢还没回厦门，还是说压根就不来厦门了？哎，你们谁能告诉我这厦门的人啊到底是去哪里了？厦门的工作怎么可以难找成这样？人约上面试的都是些歪瓜裂枣的工作，一天上12个小时不说，回月休才2天，工资还不咋得，真的是离原上谱，一个比一个离谱，真的是不解、费解、百思不得其解。身上没点阴道，你在厦门还真活不下去。哎，走一步看一步了。现在厦门的情况真的是太反常了，这已经不是几年前的厦门了，好像各行各业都特别的难。工作也非常难找，工资呢也下降了很多。原来繁华的步行街都空了很多，商场啊都有在倒闭的。很多的老板哪怕是抵押车、抵押房都已经坚持不下去。很多人都在失业，而且每个月啊还要面临固定的贷款。你看路上的那些滴滴司机和外卖小哥也越来越多。厦门现在的情况说出来真的有点吓人，500多万的人不知道去哪里了，街上突然人少了好多，就跟凭空消失似的。现在出门坐公交不挤了，早晚高峰都不堵车了。以前要排队的网红店现在空荡荡的。最邪乎的是满大街都是旺铺招租的牌子，有的店转让广告都贴褪色了，还没人接盘。现在找工作真是要命。我认识好些30来岁的老哥，以前坐办公室的，现在全在跑滴滴送外卖。更扎心的是，现在连送外卖都要抢单。房价倒是降得厉害，但有钱人现在都捂着钱包不买房。你们啊，有没有觉得现在厦门人好像蒸发了？都说厦门有535万人，可岛内岛外都没很热闹的人影，各行各业那叫一个难，找工作的那叫一个卷。失业的人越来越多，好多人撑不下去了，只能离开厦门回老家或者去别的城市。还有做实业的老板们看起来都挺愁的，满大街的店面都在出租转让，可就是租不出去，转不出去，只有极少数人能赚到钱。再看看消费，大家都活明白了，消费直接降级。今年以来，随着海峡两岸地缘风险增高，
再加上中国经济衰退之下，中美贸易战的冲击，越来越多台商纷纷撤离，整个福建经济遭受重创，到处都是萧条的景象。哇，鼓浪屿龙头路要到日光岩这里，真的肉眼可见的萧条。一整条当年那么旺的街，现在居然这么多店都空置。现在还是暑假，没什么人。哎呀，厦门的游客现在真的不多哈。你看中山路啊，出租车排队排这么多哈，还没接到人。鼓浪屿上人真的少了很多。原来这个地方都是人挤人的地方，现在稀稀拉拉的，只有多少个人了？说实话，厦门的普通人一天能够赚500块钱的，估计没有几个。一般送外卖撑死一天300块钱左右，然后跑网约车的话也就300来块钱左右，送快递的话每天也就250块钱左右。环卫工人顶多一天100多块钱，保安和服务员的话一天也就130到200块钱之间。办公室吹空调的白领一个月也就4、5千块钱。大家说普通人一天靠什么能够赚到500块钱呢？是18年在厦门买的房，首付将近150万，贷了350万。这6年来月供18000多，前前后后已经还进去130多万。现在算算首付没了，月供也像打水漂了，加上装修家电这些100多万，感觉就这么没了。现在房子想卖，小区里挂360万的都有，我挂了380万，几个月了都没有来问的几个人。就算真的能380万卖掉，到手也没多少。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买一套房子。当时卖房的小哥哥说，再不买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在楼市最疯狂的时候，我们成为最惨的接盘侠。现在想想，抢的哪里是房子，明明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。当时760万买来，首付310万，贷款450万。现在6年过去了，查看账单的时候手都发抖了，利息一共还了100万，可是本金才还50万。现在扛不住了，更绝望的是把房子挂出去580万，客户看完都摇摇头说太贵了。曾经有大批台商受中国的优惠政策到福建平潭投资，打造了台湾小镇。但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地缘风险增高，台商纷纷撤走，以往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，如今沦为门可罗雀，只剩下几家店家在营业，整座商城呈现空荡荡的景象，这座小镇几乎沦为了空城。这个台湾小镇也是冷冷清清呀，这种凄惨的样子，哎呀，一点人气都没有，商店基本上没有几家开门的，这冷清的也太冷清了。哎呀，偌大一个大商场，你看看哪里有人？免税店没有想到也是冷冷清清呀，可能商店都关门，也没有几家开的，所以这边人气好像这边都没人的，都是关着的。它这个建筑这个屋顶啊什么的，还是有点这种福建台湾这种特点的，这种造型好像有些个像商铺都是关门的状态，这几家都是关门的，后面好像开的也不多。现在这里面都没人来，就我一个人在这儿，里面很多那个商铺已经都关门了，有很多人都走了。看一下这里面的环境，什么也别说，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人气。9月份餐饮的倒闭潮它又来了，能不能倒闭的慢一点？曾经投资200万，现在只能卖废品。今天这家店老板说的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，我又想哭又想笑。他说他已经准备好地方准备跳楼了，但是他又说他站在楼上他又害怕，他是最怕他。又一家超市倒闭了，这还是非常大的一家，我前2天才刚来了，就突然间就宣布倒闭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很大，现在的实体店真的是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可能又有好多员工又没地方走了，又要失业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才刚宣布倒闭没多久，很大一家，一件不留啊！大量工厂倒闭，大量工厂倒闭，8月份以来倒闭的越来越多了。现在的情况你看，
我们的机器全都堆到过道上了，真的堆得满满的。福州下半年呢，会有很多门店倒闭，这个是昨天跟餐饮客户聊天商家亲口说的。现在的消费者呀，是又要便宜，食材又要好，情绪价值呀还要给到位，哄不到位，转手还给一个差评。对于实体商家，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商家开店从最开始想要证明自己，到后面能够赚到工资就 OK 了。再到最后面，门店只要能够维持经营，有现金流就行，一步一步真的是越来越难。今年开学了啊，今年福建私立幼儿园倒闭的至少有50家，开下去了也招不到生。我这边就有一家开了20年的幼儿园，今年小班他就1个班，新生20个，一个幼儿园他就5个班，3年前他有几个班？他有22个班啊！你想一下，这得裁掉多少幼师啊？南通的永辉超市什么时候关闭的呀？最近因为都住在福州，好久都没有回南通了。今天正好送完柚子饮，本来想来逛逛，结果的话发现倒闭了。南通怎么开个超市就这么难呢？下一次能不能呼叫一下胖东来我们南通开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